过年好。非常开心，在春节档看到这样一部，在我看来是很与众不同的电影。那首先要请导演来介绍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叫当代谍战吧，是这样一种类型。因为我们通常看谍战都是年代戏，都是历史题材，所以当代谍战本身就非常少。我自己也觉得很新鲜，是一种新的类型。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它节奏比较快，比较酷。一帮年轻演员在一起，我们这个国安这个行动小分队啊，这个都是年轻力壮的这帮人，所以就感觉就很爽。刚才咱们一坐下来，其实导演就讲了哈，你看看今天其实我们虽然是主创代表，但是就能感觉出来我们这部电影的这个气质是非常年轻的。那么首先要来问问千玺，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不是那么剧透的情况下，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一次扮演的角色。我是易烊千玺，我扮演的是副队长严迪。然后我们这个组基本上就是行动组，我们始终都在抓捕这个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对。一龙呢？我饰演的也是副队长，然后叫黄凯。对。耀文和博洋呢，分别来介绍一下。我叫廖文，我饰演的角色叫建浩，我是技术型人才，技术组的。技术型人才。博洋，大家好，我在电影里面饰演的是陈一，我也是技术组的，但是我更加的专注于可能是操作无人机，我更多的是数据方面，其实从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大家的这个服装，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就能感受到导演刚才讲的这个字酷。确实如导演所说，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电影非常酷，它好像跟我们以往看的谍战都不太一样。所以想请导演讲讲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风格去表现这样一个题材。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谍战，所以很荣幸的能来拍这个题材。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酷，就还没开始拍呢，正做剧本，我就觉得我们拍一个很酷的，也不要太长，让它紧凑一点，故事转折大一点，让抓人一点，而且年轻化。当时就觉得我们就是要年轻化，总觉得这种类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吧。其实从悬崖之上到我们的这个惊蛰无声，今天的惊蛰无声，我确实觉得它已经跟悬崖之上在创作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我自己比较重点是放在人物的刻画上，因为我认为其实情节剧啊，就我们说谍战剧可以用通俗情节剧这种类型来套，它当然是一个情节剧，它的情节密度、情节强度和情节反转都需要具备。那么除此之外，观众满足了情节上的需求之外，对导演来说，功课最重要的还是要做人物，要刻画人物。我还是很喜欢这里边有很多刻画人物的这种挣扎、纠结，这种纠缠人性，这样的复杂的东西。我认为这种隐蔽战线上的这些英雄们，这些无名英雄们，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每时每刻都是，要考验你的信仰，考验你的忠诚，考验你的意志。其实面对大量的诱惑和不能解说，其实更要一个人坚定他的这个信仰，这个很难，我认为很难，而且把人性放在这样的一个炉火中锤炼，是这种类型，这种谍战类型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简直就是放在炼钢炉里边去烧。这种故事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强度去刻画人物，所以对我来说，我是很喜欢这一点。那导演，因为我们注意到，我们在这个前期的宣传过程中，我们都讲了是首部国安题材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您总是喜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就意味着创作上会有一些前所未有的难度。那么对于您来讲，您觉得这一次惊蛰无声创作上的这个挑战和要突破的主要是什么？创作就是有难度的过程，任何一个题材其实都是有困难的。我觉得导演工作是什么？导演工作就是克服困难的过程，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尽量还是保护你的初衷。能做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还是要有赖于所有演员，因为他们传递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们刚才讲的复杂的人物内心，强烈的情感，都需要他们来表达。所以还好，我这一次就觉着我们这一堆年轻的演员特别争气，他们演得非常好。我自己觉着，就是我想的样子，又画龙点睛，在需要上强度的时候，在情感上又都能出来。要笑有笑，要泪有泪。所以我觉得你能看到年轻演员的成长。所以《惊蛰无声》这部电影跟他们的努力是完全分不开的。其实是大家完成了这部电影。导演有导演的功课，演员自然就有演员的功课。我想问问千玺，难吗？当然很难。难在哪儿？对，从进组之前，你开始搜集他们这一类的资料，你就会发现很难，真的说很近距离、很深入的去看到他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一线的干警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你就只能在一些宣传上面能看到那些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事件、一些抓捕、一些的那些资料来看，从这个时候当做入口，它其实就已经是跟别的戏不一样的地方了。对，然后再进到现场，还会有一些国安的指导人员一直在现场跟我们的组，然后有一些具体的器械操作，一些什么红外线侦查，那些电子眼什么的，还有一些手势，都会有人在给我们具体的指导，就很不一样，跟以前。我之前有想过可能会碰到这样一类角色的，其实因为离我们真的离我们的生活其实是蛮远的。你也讲就是公开的报道资料也好，或者是其他我们可以去查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其实你是在表演之前属于做功课做的比较多的演员。比方说小小的，我们知道你当时为了刘春和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体验。那这次在体验方面、体验生活、体验角色这个方面做了哪些功课？其实更主要还是到现场之后去抓捕一些新的感觉、新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刚刚也说，比如说，就不能太让他的气质在人群中一眼就被发现，一些藏的部分。同时你还要像导演说，要有一些艺术表达、艺术真实，你也要让你的细微的情感、一些细微的发现啊，一些那些东西，要让观众能看得到。对，这可能是我们这部戏的表演风格里面会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吧。那么一龙呢？一龙对于这一次的这个创作感受怎么样？我们看就是在前期观摩的时候，其实觉得这个角色，我觉得对演员的挑战还是蛮高的。是的，像您刚才说的，你说我们会做很多前期准备工作，演员有时候流程你需要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但这次你可能没有机会去观察这个生活，去体验这个生活，所以我们很多基于剧本。然后基于讲述，然后基于在现场的整个创作过程，所以我觉得我能找到的把手就是把理智都丢掉一点，然后更多的是真实的情感，然后在里面找到他每个不同时期的真实的那个时候当下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让情感表达更真实一点了。对于自己来讲，就整个在演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比较难的，克服了之后觉得心里这次整个创作过程中，然后因为有大量的夜戏，我们整个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夜戏，大部分都是整个一晚上拍，然后每天就在黑暗当中，然后自己也在黑暗当中，所以整个过程中会比较压抑吧。可能更准确的说是压力很大。那耀文呢？因为耀文不是第一次跟导演合作了，这一次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创作当中，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首先是进组之前特紧张，因为这是第2次嘛，比上一次还紧张感觉。然后进了组之后，可能稍微得到了缓解。怎么得到缓解的呀？因为是这样的，我就是进组之后，感觉大家在上班的时候都感觉特高效，对，然后就那种工作的氛围一下就被带入进去了，对。
那对于你这个角色，你是怎么完成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进入的呢？我这个角色建浩嘛，他是小队的成员，技术人员。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股劲儿，就是倔劲儿跟正义，然后他的一些身上的影子可以映照到，比如说国安小队其他成员的缩影里面吧。你还真别说，就是从他表演的这个感觉，他刚才用的那个倔和那个正义，我是还真的是感受到了。我觉得你这2个词还选得蛮准的。那么博洋呢？我也是一个技术型人才，然后在前期的时候，导演就有说一定要对键盘非常的熟练，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每天都在就是一直天天在练自己的手指灵敏度，练键盘，对，练键盘，然后包括让自己的手就是不要僵起来。然后还有提前先去进行了无人机的训练。其实我们一进入到那个指挥车以后，就感觉到哇，整个环境特别的酷炫。所以其实环境为我们的表演也加分了很多。包括我后来的造型，也是就是很利落的短发，我觉得也非常的符合国安人员的一个干练和精准度。所以导演就很自然要问到这个问题了。刚才博洋讲到无人机，我们就发现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有非常大量的空中俯瞰的无人机视角的镜头。那么，请您跟我们讲讲在创作上是怎么考虑的？在这种隐蔽战线上的使用，它一定也是非常广泛的。它其实是空中的一只眼，所以这次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有效的一种造型语言，成为一个镜头语言。演员有时候专门要为无人机要演一遍。工作人员都让开，我就拍了很多，全程，我没有一部电影拍过这么多无人机镜头。你现在看到的剪出来是沧海一粟，一点点了。我自己觉得会带来一种新的感觉，有时候它也很像年轻人做游戏动漫的时候一种游戏的一种感觉。穿梭感，其实那个穿梭机就很像游戏。你仔细看，年轻人对这个语言、对这种运镜非常熟知，对我来说也是个新的尝试，所以是很有意思。我也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尝试。拍这个电影对我来说也是个学习的过程。他们刚才讲的这个压力和难度，有一点就是说，因为这次要求动态镜头特别多，我就要求我们的8个掌机、10个掌机脚底下不要停。不要停，我们拿的是那小的有稳定的那个机器，手持的机器，这么小一点，有稳定仪，然后跑，快走，所有的掌机全不能停，1秒钟都不能停下来，不管演员哪怕停了你也别停，你就看着哪儿人最多哪儿就是他们，就跟着跑跟着弄，就这种动态底下又不能出声，所以表演难度其实非常大。要静下来，要如无人之境去表演，看不到跟前这些奔跑的身影，大量一个机位掌机，后边再跟个操作的焦点的，再有一个捋线的，再有一个保护的，一个机位4个人一片，10个机位40个人围着他们跑。我看那工作照都非常热闹。当然这样一种拍摄方法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新的尝试。我就强调动态、多机位，强调它的2级镜头，从空中直接跳到大近景，这样的镜头也很多。总是希望有一种新的语言能走进年轻人。因为今天是一个影像时代，年轻人从游戏到动漫到所有的长短视频的整个互联网过来之后，年轻人对影像的读解、对这种影像的普及知识和这种储备都是远远在我们之上。我们不要用老的方法来那么规规矩矩拍这个电影，所以我这次走进他们，看到很多案例，看到很多他们给我们讲的事情。您说国安？对国安，你会觉着。它首先是科学，我认为，我们平常看他们是神秘的，但是其实你后头看到全是科学，不光是一种可视的、可看到的一种所谓科技手段，还有科学的分析，科学的分析这个人的他的信息和他的动向，和他的人设，还有他的情感。都是非常非常科学的，它像一个精密的机器一样的。
只有这样子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我自己觉得，实际上拍这部电影在很大层面上是个学习。刚才导演讲这个2级镜头，我们确实注意到，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大量的怼脸拍。其实之前我跟导演也聊过哈，导演说怼脸拍相当考验演员，就是对吧？相当考验人。心里没东西，眼里没东西，怼得再近都没用。所以我想问问千玺，怼脸拍的这个表演这一次是怎么处理？对于你来讲，有哪些新鲜的感觉？其实什么时候怼脸拍我并不知道，对一些机位的设置，我们可能没有那么过多的去在意，我们只要专注现场的戏，把每个台词以外的一些微表情、一些小动作，我们给尽量的这个多义，从我们自己身上完成好，最后。导演那边、摄影机那边怎么抓，我们其实不用管，因为导演非常多机位，导演说我们的每一寸这个小的变化都能保留住，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安全感。所以其实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于你来讲，就是随时随地，你没有去考虑这个机位的问题，而是随时随地都是在这个人物的状态里。是的。对吧？他们也没法考虑太多，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怼脸拍，不知道哪个时候怼脸。是，而且现在我们所说的怼脸不是真怼脸，真怼脸会变形，真怼脸以后别的机器拍不了了，你进去了。我们所说的怼脸实际上是中长焦，中长焦拍，而且8K 之后我回去我再放大，我们有很多机器我是放大的。这样有一位恍然大悟。对，不能真正怼脸，真正怼脸演员演不了了，把你撞了。所以千玺刚才说的是对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哪个机器是近的，所以其实演员这时候根本就不要去想什么脸不脸的，他就是我们所说的怼脸，就是指演员过硬了，我们才敢这么拍，就是眼中有光，一句话，眼中有神，有内容，心里有人物。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知道是我们要拍大近景，然后去表演，这是一种状态。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恐怕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是随时随地都保持了在状态，在人物里100%在状态中。就是这个情感浓度的保持，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是非常考验的。那么一龙，你是怎么做到随时随地在状态？保持在这个人物里，导演其实是非常保护演员情绪的，而且我包括导演研究这样的一套拍摄方式，其实也是在保护演员，就是让演员在一场戏当中，你可以连贯的去把它整个演下来，不会因为近景啊、中景啊、全景啊，不断的去剪接把这个拆分，把一场戏拆分开之后，让演员不断的去调动情绪，进入人物，然后再跳出来，再进入人物。所以每场戏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一条下来，再长的戏，有时候我们2页纸、3页纸的戏。导演就是一个镜头，然后很多台机器，我们从头到尾演下来。这样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是，你每一条你都可以有不同的表演。你当下你有什么新的感受，你就可以马上表达出来。你不存在不接中景了、不接全景了、不接近景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每一条都是一条新的开始。他讲的这个，我觉得导演很重要，就是演员他需要这样的一个连贯性，他要保持，他要保持。我们都是一把下。对，我其实这个电影剪出来以后3000多个镜头，我是长度也不长，实际上我从影以来可能剪的最多的、最快的，但实际上拍的时候是一个长镜头，一个长镜头，就是尽量不要打断，所以演员也尽量不要去想，也不像过去那么分。而且我跟所有的长机说得很清楚，我说你们谁跟谁穿帮的不要紧。怎么穿的不要紧，现在咱特效是干啥的？擦这个是艺术反场，就擦就行了。也有摔倒的干什么？但是演员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厉害，他们这些年轻演员适应了之后，你会看到那个预备开始，真的你们每个人如无人之境。我看不到所有的机器，但是我看旁边的那个纪录片，简直现场乐成一锅粥。但是你在演员脸上看到的是真空的。这个世界就是他，无人之境。对，这个非常好。这个年轻演员他们的定力非常好，很稳定，而且很稳定的一种饱满的情感。刘耀文呢？无人之境挺难的，我都在脑补这个各位长机的和大家的这个现场。一个是每次一开机的时候，导演一喊那个开始。就是那个精神饱满那个劲儿，说实话，是那种
我来10遍我都能没问题的。对，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我们当时在车上嘛，它有一些很大的那种屏幕，里面全是那个我们要跟踪的人的路线，所以很快就能被带入进去。对，他说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伪装的一个现场指挥车，他们这个行动小组进去的那个完全是现实，所以给演员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是好几百个镜头呢，每一场。我对那个车的印象是很深的，我觉得那个工作环境就是，当然因为我也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一部题材的电影，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哦，这个国安的工作环境，就是您讲的这么酷，对，当时就觉得又神秘又觉得非常的酷，很现代，很现代，是这个感觉。那么博洋呢？你作为一个这么炫酷的女飞手，就首先进到导演的团队，我就觉得非常的专业。就是无论就刚刚有说的各个机器从我的面前，然后包括我在操作无人机的时候，就是满脑子就是想怎么演现在把自己的角色带入进去，不会去想任何的杂念的东西，因为其实环境已经带给了我们很多了，所以更加就是要把自己角色部分该做好就好了。导演，刚才您也讲到了，其实这部电影，我想无论是您刚才讲的是这个车上的镜头，还是其实真正在电影里出现的每一个镜头，我印象中全部都是实拍的。我们的特效只是做了一些擦东西的，和一些减法，做了一些这样的穿帮的一些工作，全部是拍出来的。对，也是我希望这样做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监控车里边看到的所有的影像是现场影像。是给观众一种，给那个演员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就是，因为他要真实嘛，他要真实，体现那种生活中的一种现代性，一种现代感。现代感不是一个科幻式的一个东西，对，它是真的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的。所以还有很多他们拿的小道具啊，干什么呀？这些都是，国安介绍给我们的可以用的一些东西。所以接下来我就想问问千玺和各位，在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里边，你所饰演的这个人物有没有特别打动你的地方？千玺先来谈谈。就比如说最后这个走在黑夜里的这么一个长镜头，就会让我很感动，好像从这么一个人的背影里面就能，隐约的看到，在一线那些我们没法真正亲眼见到的那些无名英雄们，像这种瞬间，我会觉得，哎呦，我演这个角色真荣幸。你当时是这么想的，真荣幸。严迪很年轻，但是我感觉他表现出来了一些好像超出他这个年龄的这样的一些镇定，甚至其实我在跟导演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角色好像本身很像你。他在想导演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他的那种不是很歪露，然后有点内敛的这种，我觉得跟你好像很接近。可能也是我来演的时候会把我这部分特质放多一点吧。对，就像刚刚也说，他不能在人群中，在工作中的时候把自己的情绪特别的外露，首先都是先把任务完成好，把所有雷厉风行。很飒爽，对，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我个人的这部分特质会比较贴合吧。对自己跟严迪的这个契合度，在呈现出来的这个感觉上满意吗？我还挺满意的，因为我比较少这种短发的银幕形象，然后再加上又是说台词很快，然后整体的行动都很快速的这种角色。好像是第一个，然后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样的角色气质。一龙呢，在这个角色上，这个人物有没有让你觉得他特别戳动你的地方？其实很多就是这个职业的特性吧，就是容不得一粒沙子，再就是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因为一个谎言，然后需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然后加上这个人物的一个复杂性嘛，所以我就是还挺开心，导演可以找我来演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人物，对，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是他有没有在我们目前剧本当时你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别
打动你的？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也想就是跟这个人物一起探讨，在面对那样的状况下，你到底你的内心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在一个自尊心这么强，然后自己那么的自信，然后职业素养又是那么的好，自以为自己那么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发现自己的瑕疵的那一瞬间之后，他怎么面对自己？然后因为他要面对很多人，他要面对自己的家人啊，要面对同事，要面对自己的老领导，然后要面对对手，就是他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他在那个状态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耀文呢？其实你的这个角色虽然看起来好像在影片当中，包括台词各方面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你更像是一个，就是要后来者的，同时又是一个就是在观察。我觉得好像更像是冷眼在看他们，好像什么都在心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角色最打动我的是他的专注度，因为他的任务是要追踪。他需要找出信息，然后给队长、给副队长他们说汇报。然后，其实他身上还有一股就我刚刚说过那个劲儿，确实很打动我。对。欧阳呢？我觉得我所饰演的陈一呢，就是无数个国安干警里面的其中一位。他在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需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像可能一开始在被审问的时候，他有不解有委屈，但是同时的他又需要马上调整自己的状态，马上又恢复到工作的状态。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专注度和我们的认真，还有我们的干练。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技术人员，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气质，包括今天新时代，我觉得我们国安人员他可能真的是拥有的这样的一种科技的素养，从你的这个身上，我觉得是淋漓尽致的能感觉出来。那导演就要问问大家，在这个片场这样一部特殊的片子，一个创作当中，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小故事，能跟我们分享1-2个细节？这个电影中很多东西很触及我，他们2个演的。我认为他们2个从头到尾都在选择，我们人生何尝不是选择？只是在这种隐蔽阵线上，这种选择更为残酷，更为暗地里的刀光剑影，而且是一种无法再次回头的一种选择。它就是你死我活的，它就是更考验人性。更考验你的信仰和忠诚，很复杂，很复杂。越是兄弟2个，越是一起多年的好朋友，这种选择非常难，非常难。所以是初心，是忠诚，可能更是人性。他们俩实际上没有可能性说太多的话，两个人互相去猜，两个人互相去寻找。都不大可能，有很多东西话就隔一层纸，大家都在不言中，尽在不言中，但是就是用眼神去传达，所以2位演员表现出了都超过他们年龄的一种魅力，所以还是要感谢几位演员，感谢几位年轻的演员，我也是第一次把这个重任给了几位年轻的演员，你会看到年轻演员在成长。我们剧组这几位，我们国安小分队这几位年轻的演员，都是我们未来中国电影的栋梁。这个评价非常高啊，几位。因为导演其实夸人，每次我觉得都是，其实他是非常谨慎而又说得非常的精准的，都在眼睛里。那么在这一次的创作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很难忘的片场的细节，跟我们分享一下？很难忘的片场的细节，很多情况都是到后半夜快收工之前，我已经累得不行的时候，然后去监视器看回放，发现导演还精神满满的那种时刻。然后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打哈欠的人，然后那个幕后采访我就说我从来没见过导演打一个哈欠，所以我就是很佩服。导演他最难忘的是没有见过您打哈欠，我顾不上打。我也没见过，我认识导演这么久，我也没有见过。一龙呢？
导演不仅不打哈欠，因为每次我们到早上收工完了之后，导演还有精力再去转山。哇，那个是导演精力真的是，因为导演每天会保持自己的运动。对，我要运动。每天早上收工回来之后，我洗完澡，有时候看看窗外，导演就正出去开始走路，再走1个半小时回来，要么就在走廊上自己走。导演就在想我们第2天晚上要拍的戏，然后就开始走。然后等我睡醒，导演就说开会了。我不知道导演什么时候在睡觉，就开始叫开会了，在商量今天晚上的戏，然后把所有要解决的问题在现场之外，在酒店的时候，先把所有问题解决完，然后到现场只是说需要做一些更加分的东西，不过再去讨论一些逻辑问题啊，或者是根本的一些简单的一些问题。所以确实跟导演合作，我觉得演员都感觉是被吸引了。那么耀文和博洋呢？其实你们俩都不是第一次跟导演合作，对吧？我觉得耳濡目染，被导演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所吸引，来到这样一个团队。我还是想请问2位，在这一次的创作当中，有没有很想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有一场戏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要追踪那个李楠，就是雷佳音老师，然后我需要念非常专业的术语，然后在那儿老卡壳，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紧张的不行了，就是我只要说到那儿，我就有阴影，导致我一直出错。然后后面就是宋佳老师一直在安慰我，就是给我那种劲儿。终于过了，对。我能问问吗？你在说什么词儿的时候老卡壳啊？就是那个隐身涂层。那个战斗机后面的涂料，对，我们有很多这种专业的术语，而且要语速非常快。对，因为我们是马上需要报告给2位的嘛。是的，我们是属于后备型的，就是在后面提供数据的技术人才。对，技术人才，所以我们不能出任何的错。虽然说我们的危险系数可能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也是算是帮了很大的忙的。刚才耀文说他卡壳的时候，千玺在笑。我特别想问问你有没有被台词或者其他在这次有难到？这个戏没有，但是刚刚耀文说到那种情况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同感嘛。就是比如说像进到导演这样非常大的组里面的时候，然后又是要说一些比较复杂的词儿的时候，这种心理情况我就很感同身受吧。感同身受什么呢？是害怕在导演面前说错，当然是怕出错，怕露怯，因为现场的节奏非常快，非常有序，所以我们演员这个环节，这个螺丝钉就尽量的不要拖大家后腿。这种情况下就会紧张。一龙呢？有没有觉得这次台词或者在表演方面有比较难的？因为导演这一次其实在开拍之前给我也提出要求，说就是要快。就是要快。对，这一次台词一定要快。原来快的不仅是拍摄的节奏，对演员的台词也有要求。因为我们演的是国安小分队这几位，是那么酷的一个，对吧？一个组织，所以我们一定得语速得快，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所以说到干脆利索，我就要问了，导演，我感觉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片长，我还没看够，觉得还没看过瘾。那好。说明我们的电影还好看啊！对，怎么会想到把它做的这样一个时长？我觉得观众的时间很宝贵。我们都说，就是说让观众走进影院，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对，我们的电影事业要发达，要兴旺，我们就是要观众要迈开腿走进电影院才算，用脚投票，这个产业才完成它的终极。你用在网上看不是这个产业，那是另一个观影，对吧？这个产业是要靠电影院来支持，院线电影是主力，所以观众的时间很宝贵，现代节奏非常快，所以要让它满满的都是感受，满满的都是一种震撼。最后一个问题，导演自己为这个电影的歌填了词，我觉得是非常倡导我们看电影的这些人的心理的。您拍了一个节奏感很快、很酷的电影，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儿是很深情的。不是人家写的不好，人家写的都比我好。他对电影没有那么了解。我是做这个事情的，讲这个故事的人，我特别知道那时候应该是说什么话。
我希望这个歌，如果要想唱这个歌，不要单纯的只是煽情，我希望它是一个情感读解和内心独白，我希望它是进入剧情的，所以我希望这几首歌，不仅仅只是离场感，一种唱情怀，不仅仅只是让观众有一个饱满的离场感，我希望它是我就像无人机一样的，它是另一种语言，另一种角度去读解人的内心，它去不是讲解，而是去内心独白，是另一种内心独白，也可能啊，也会这样，所以这次做了这个尝试吧。所以在春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我们都过年了，但是各位还在工作，我知道还有路演。通过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我们总说春节是合家欢，合家欢，但是我想，《惊蛰无声》它可能是更加具有家国内涵、对家这样一种守护的这样一个感觉的电影。我不知道导演或者说在座的各位，我们这样一部电影《惊蛰无声》在春节希望带给大家什么？我觉得跟导演一起，然后通过这部影片向所有纷争在最前线的干警们向他们致敬，然后同时也是一个让更多的观众可以知道，其实我们老百姓也可以做的很多，比如说不信谣、不传谣，也可以为国家安全做出很多的贡献。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那些看似遥远的，但实际上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无名英雄们的故事。我认为他在情感上暗合了春节档的这样一个档期，它其实就是在我们万家团圆的时候，阖家幸福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思考，或者说会有一种感悟，就是说为什么今天岁月静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你才有今天去看一个电影的休闲娱乐时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也许适合春节档。好的，感谢导演，也感谢各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访谈。那其实非常的感动，我相信《惊蛰无声》在这个春节档一定能带给观众朋友一些别样的观影体验，让我们大家能够在春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去关注到以前可能从来没有在银幕上去展现的那样一群人，去被他们的家国情怀所共情。谢谢各位，谢谢。